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11部分，也是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了啊。它有很多个小节组成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是1984年2月22日星期三下午4点14分。当我离开家去病房的时候，天气是华氏45度啊，明亮，有阳光普照。今天上午真去了水疗。他的脚继续进步，真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午餐。之后他试了昨晚我回家路上替他买的那种品牌的液态维他命。他说他们比医院的味道好些，但是我没有在标签上看到维他命 C 或者 E。我将请职员核查一下新的品牌。午餐以后，真表演给我看他目前的右臂里特别长的动作，肘部伸得比较直了。他说在水疗部里，当他躺平有空间让手臂够到更低的时候，那种情景就甚至更明显。我告诉他，我希望他是新的疗愈和自由的早期征兆，即赛斯一直在说的，真借由他最近的发烧、感冒等等而正在开始达成的。3点20分，他根本无法辨认昨天那个课就看不见所以我读给他听。他说我想要做写书的工作，但我却花了所有的时间试图发展有关我健康的事情他终于回过味来了说我应该做写书的事儿，不要老关注我的健康他几乎花了他所有的时间来研究他为什么会得病我怎么才能好。然后我说我暂时如果必要的话，一长段时间忘掉健康的事情。就我所能看到的，它其实帮助并不那么大。如果我们根本不管那整件事儿，而不再集中焦点在其上，也许任何它能达成的进步比较容易发生他们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他们不关注真的病情，让真自己的疗愈起作用，信任他自己的身体反而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个是所有身体有不适的人很难做到的一点他们更多的是集中精力在这些上面3点43分，我读给真听他15天前给的最后的关于这本书的口授。那中间这几天全是谈论真的病情的情况谈书的事情很少。事实上在2月7日，难以相信，在4点9分真给了真下一季的维他命 C。 杰夫为了某种理由改了时间改成下午了。当接近上课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让窗子打开着，窗帘拉起来，以挡住明亮的阳光。不过我已重新打开了暖气，他现在又好了，多少有些神秘。我想因为并没有人来看过他。真已拿开了他的眼镜，他说不戴他反而看得清楚些。他说东西并不是看清楚了，而是比较不那么模糊了。我说那可能也是一个进步的征兆，我不像以往戴眼镜那么多了罗说他自己。真的赛斯之声比平常要安静些，而有一种轻微的嘶哑和刺耳的声音。然后真就代表赛斯就过来了。赛斯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俩说赛斯晚安。然后赛斯说口授一般说口授就是关于书的内容停顿了良久。他说在此书里，我们真的要我们的读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身与心，不要将心想作是个纯粹的精神性的存有他这里的心他用的是 mind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是指的心就是意识心这里指的是 mind， 想做个纯粹的精神性存有说这个 mental entity 这个是不需要的不需要把它当成纯粹的精神存有，而将身想成是个纯粹性的物质存有他说我们一般一想到心就想它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性存有，一想到身就想成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存有。他说正好相反
应该将心与身两者都想成是持续的、相互交织的过程。什么叫相互交织？它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啊！它在精神和物质里头是身和心，它是同时既是精神又是物质的啊。那同时是精神与物质性的啊，这是他后面想说的。事实上，你们的思想就与你们的身体一样，是相当物质性的，而你的身体就如同你的思想对你仿佛是的那样，也是相当的非物质性的啊，也是相当的非物质性的。就是比如说电磁声音光这种其实本质上来说也是物质性的一种但是它可以称之为跟我们平常说的桌椅板凳不一样的这种非物质性。你实际上是一个是个活力充沛的力量这句话很重要。你其实是一个活力充沛的力量，存在为你环境的一部分，然而同时又与你的环境分开存在为你环境的一部分就是你其实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生命的力我们经常用生命力这个词来形容，它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的本质更像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我们通过生命力展现成为我们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呢，你又能感觉到你跟环境是分开的，你既是环境的一部分，你又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立性。很明显的，在你装修一个房间的时候，你以你的特色来铭记它就是你装修的时候，你用你个人的特色用你的个人的特色来铭记它。什么意思？就是把它装修成具有你的风格这是你的喜好来装修你的房间，但你也以同样的方式用印记，看来仿佛是空的空间。那就是说，你将空的空间变成你身体活生生的物质印记就是什么？印记就是你的身体在空的空间里生出你的身体来那这种身体就好比是说你在空间中的印记一样，它是独特而特殊的，而根本从未认识到你在这样做，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就在这个空的空间里头生出你身体这样的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就像你在空的房间里头去装修你的房间的风格是一样的，你的身体也代表了你的风格。你的健康与日常的天气彼此互动，就是你的健康和你的环境是互动的这发生在一个个人和集体的基础之上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人跟天气是互动的。我承认这些资料的某些部分相当的与你们平常的概念相左，但你的身体的健康不只是密切的与世界健康相关，却也与物质的气候相关你的身体的健康不止与密切的与世界的健康相关，还与物质的气候相关这里头其实在我们的中医里头很早就是这种观点就是我们跟环境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影响我们，我们也影响环境这里头尤其是气候，在中医里头最先提到了这些关于气候他把这个四季或者在中医里头叫五季中医里头还有一个季节叫仲夏这中医特有的季节就是这种把季节的这样的一种划分跟身体的健康对应起来。五季对应了人的五脏六腑也对应了五行这是一个中医特有的这种特色。所以说它用季节里又涉及到气候，所以说中医为什么更贴近于我们对健康的本质的认知呢？你从这一点就能看到就像赛斯说的，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气候是密切相关的，是相互作用的。而西医呢不承认人跟自然跟气候之间的关系只看到细胞和微观的层面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西医看的会更微观更细致，但是呢它缺乏一个宏观的整体观整体的宇宙观和健康观
他只看到了一个生物层面或者是化学和生物层面上的东西，而传统医学呢看到的是整个宇宙的整体观，包括更多的生物和化学之外的，比如说电磁、情绪、能量这些部分对人体的影响这块我们就不展开讲了这是赛斯提到了一点，就是身体跟气候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你不会伤一个旱灾你也不会伤风伤风就是感冒的意思对，伤的意思就是被什么什么伤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被风寒所伤叫伤风伤风就会得感冒他说你一个气候不能说一个旱灾被伤了或者什么什么伤了旱灾，不会的他说以一种说法来说，一个旱灾就是这种旱灾是什么？是部分的被经验为他的那些人引起的，然而被经验他的那些人引起的，然而一个旱灾并非一个疾病。他说旱灾是由经验或者经历到旱灾的人共同引起的这一点在赛斯的很多资料里都提到了他说就像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气候这样的大气层一样，在这种心理上的大气层，我们人的这种心理活动，个人的和集体的会影响我们的气候，就像影响我们的心理大气层里面的变化是一样的他说旱灾是由经历旱灾的人的心理共同造成的，而旱灾也不是什么疾病，它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它是世界物质上的稳定性之更大过程的一个必要部分什么稳定？就比如说气候的稳定，气温的稳定虽然一个旱灾可能看起来是很不幸的，但以其自己的方式，它为整个地球表面温度平衡的比例负责任的对经历旱灾的那个地区的来说确实不幸，但对整个地球来说，它负责了调整了平衡和温度的平衡温度和湿度的平衡同时疾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往往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疾病也是一样，其更大的目的是身体的整体平衡与力量就是整体包括力量的平衡，身体的整体的平衡疾病都是这个更大的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虽然在疾病过程当中人会觉得不舒服就像在旱灾的过程当中，经历旱灾的地区的人也会不舒服一样。在4点半停顿良久，你无法直接看见风，你只能看见其效应你无法看见风，但能看见其效应。这同样适用于你的思想，思想也是一样的，他们和风一样拥有力量，但你只能看到他们行动的效应这是正常的你看不见思想你只能看见它的效果这就是我们最有意思的一个点他说现在我也许会回来，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他说赛斯谢谢你这一段上面这一段关于身体和健康的关系，包括你的精神或者思想和健康的，或者你的心和身的之间的关系赛斯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阐述。相对于真最近的课程来说已经是比较长了，但相对于他以往的课程来说这是非常简短的，而这部分的内容其实他已经在很多其他书里头都做过阐述并没有具有很新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他这里头只是再次的强调在健康这个主题下再次强调了身和心的本质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这一节就结束了在4点32分，真要了一支香烟，纵然烟令他咳嗽，今天还没有人来量他的生命迹象，虽然他的温度是正常的。真说我没有想到他会谈天气什么的，
我读了此节给他听。当我在晚上9点31分打完此节的时候，真打电话过来，聊了一会儿，他们晚上啊。好了，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2月28日啊，中间隔了几天啊，它没有什么内容。这是一个星期二下午4点16分，是一个口授的内容，时间少于5分钟啊。这是一首诗啊，所以这个呢是真还是赛斯说的，不得而知啊。我们就直接看它的内容就行了。我的思想匆匆地走过时间的长廊时间的走廊，飞翔过阳光充足的时光，下沉到阴蔽的角落错吸欲望之甜蜜的风潮，溜过金色的锁眼，而自由飞过永恒之草原。我祝他们旅途平安。当他们旅行在我之前，他们指的是思想他祝思想旅途平安。当他们旅行在我之前，因为有朝一日我将必相随。这里头呢，他把我的思想和我呢是分开了这里面的洞见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的，你的思想不是你你能思想的那个自信或者那个能力就是能思考的那个能力，或者能让思想产生的那个东西，才是你的自性和本性的东西而真正的而思想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你这个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所以真在这里头传递过来这首小诗它就表达了这个概念思想和自己的自性之间的关系。思想不是自性，不是真正的自己。思想是思想，但是你会跟思想相遇的然后在3月1号下午3点05分，真没戴他的眼镜，但是却相当容易读他这一天写的诗，以及2月29号的那首诗所以说罗会觉得又惊又喜。就在前几天，真还什么也看不见几乎无法辨认，但是到了3月1号这一天，他可以完整的读非常容易的读他写的诗了他打下来的诗。让我们看1984年2月29日星期三下午4点这首诗。他说：“我的思想飞回到昨日，肥蜜蜂寻找新鲜的甘露，在隐秘的储藏处突然突袭欲望的小隔间，即从过去甜蜜的片刻储存的美味蜜糖。”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思想可以回到以前那些记忆就像甜美的蜂蜜储存在那个蜂巢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头，每一个小格子里呢都有甜美的蜂蜜，就像你记忆的片刻或者是你经历的人生的片段一样。而你的思想呢是可以每一次的都可以回到那个片段里头去或者回到那个状态里头去去感受那个美味的蜂蜜每次比以前得到更多的滋养他说你每次回忆你以往的这些经历，就像重新再品尝一次蜂蜜比以前的那个过去的时候经历的时候还更甜蜜更有滋养他的意思就是过去是鲜活的并没有消失。当你用你的思想去跟它怎么说交互的时候回到过去交互的时候你会再次的重温那种美好，反而会比当时就那个所谓的你经历的那个事件的当时会更有滋味会更美好。他说我多聪明，储藏了一部分过去没享用直到现在然后他的意思是他的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都像是我们的储藏的蜂蜜一样，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过去去细细的品味他说这块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真
在感叹思想和记忆之间的这种交互之后的这种美好啊。然后看1984年3月1日星期四下午3点28分，还是一些诗啊。我的历史充满了失落与寻回的王国啊，的历史就是包括由这些组成的啊。有神奇的镜子开向崭新的宇宙地图，这都是诗一般的描写。而在我脑海里，闪闪发光的世界在展开，他的世界在脑海中展开，足以填满1000本书。多重的意象引领我向前，到形成事实之新世界。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啊。他在描绘啊我们在脑海中创建世界的这个过程啊，他就把它用诗的语言描述出来了啊。他下面啊就另起一段：过去的片刻突然在我眼前闪现，而我就在那儿四脚着地观察一只甲虫啊。他真回到了过去的某一个可能是儿时的一个经历啊。他四脚着地趴在地上看一只甲虫啊，看一只金色的甲虫。他头朝着草，其身体闪亮椭圆而坚硬。他在说这个金色的甲虫啊。然后真说呢，我将这个脸尽量的放低而瞪着这个甲虫呢移动。然后这时候外面就有干扰过来了啊，因为他在医院里头嘛，总会有各种干扰。像一个黑色闪亮活生生的石头，其影子骤落它影子就是这个在草上绰绰落落，在草上，同时其身体在明亮的阳光里闪烁就是它的阴影在草上会留下斑驳的这个印记，但是它的身体呢在阳光下又发着光在闪烁。它发出一种沙沙声，仿佛它的身体需要油滋润一样，而它细长如干草的腿跳起来他在描述他回到了过去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就是感受中间2次被打扰然后就断了其实。然后他再次注明，在3月20日真没有戴眼镜，他再读了他2首诗，正如我昨天笔记里讲的那样，并不完美，但他真的做到了。他甚至连眼镜都不需要戴了真的眼睛其实是近视的挺厉害的。1984年3月5日星期一，又是一首诗。他说：“我心之翼飞入明日天空又到了明天了他上一首诗回到了过去令大叫着来看可爱的蜻蜓的儿童着魔他这思想可以飞到昨天去看自己趴在那儿看甲虫，思想也可以飞到明天去看自己去捉蜻蜓然后下面有另一首：有时我的思绪滚下山像小石子思绪本来就很小很小，但是它越滚越大思绪可以越变越大。而下面的村里的人就喊小心雪崩就是这个思绪的石子到了山下就变成了雪崩了它其实在告诉我们思绪可以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滚雪球一般的增加。有时我的思想结集了力量，滚下心智的海滩，游泳者大声地喊着第9个浪来了他这时候又把他的思想比喻成海浪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浪他这2个都是对思想的一个描述下一段：我的思绪需要好而直的腿，我打赌我的思绪能叫我的腿跑上跑下楼梯或任何地方，以快的令我无法破解的速度，因为我的思绪要求动就是思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他这里提到了思想的作用，信念的作用
再下一首，我的梦一个接着一个跌落融入彼此，而下面其他的做梦者逃往干地逃往比较干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梦就像是雨一样从天而降，他的梦互相交融合，就像云，天上的云融合以后变成了雨水落在下面，而下面这些其他的做梦的人就像正常的人躲避雨水一样去逃到更干的地方去，更干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做梦的地方他们再继续做他们的梦因为这块地方已经被真的梦淋湿了它是一个象征形象的一个比喻1984年3月10日星期六下午3点38分，在今天的课后，也就是自2月22日后的第一次，我告诉珍，我在他恢复上课之后的计划是只打印有关课的资料，而非有关他身体的状况、体温之类的日常记录，除非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记。他也同意了。我在我每日手写的笔记上有那附带的事件的记录，为了一些目前尚未知的目的，有一天那份资料也许会被誊写利用。不过我的确要记下，当我今天由急诊处经过走廊到爬楼梯去330病房的途中，碰见了珍的主治大夫杰夫·卡德医师。他问珍好不好，问有关他的工作、他的书，并对他从近来的感染到发烧的恢复有正面的评论。然后医生说他非常有弹力，不是吗？他说，而我可以看出他对珍的表现非常的惊喜又高兴。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珍其实在恢复当中。我太太是个意志极端坚强的人，她也表扬了珍。我说，而杰夫同意，他说他将去探望珍，而正借由他的记录监看着他。珍很高兴听到我对这次绘画的描述，我打赌我可以利用那个关于弹力的事情。他说，意思是他会将之并入暗示、心态等等。我俩都很高兴这件事情的发生。珍的赛斯之书比平常要大赛斯之声比平常要大，而像是带着额外的能量似的。然后赛斯就来了，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赛斯接着说，无论如何，你的身体在运作里和世界的运作是无所不在的就是你身体的运作和世界的运作这种魔法 magic 是无所不在的就世界和身体都是很神奇的我对魔法的定义是什么？魔法是未受阻的自然或者是魔法是未受阻的生命或者是称之为生命力的展现就是没有受到阻碍的自然的没有受到阻碍的生命力的展现，这就叫魔法赛斯说这是真的你的思想、情绪和信念形成你经验的这个实相，就是你经历的这个实相，但也是真的这有创意的建构有创意在里面以一种说法是魔术似的形成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像魔术变魔术一样非常神奇的形成的。这里头用 magic 不光是魔术的意思是很神奇的形成的，像魔法一样形成的。那是说你的身体的建构和一个世界的建构是以秩序和自发性最伟大的结合而成的，一个仿佛隐藏而非明显的秩序和自发性这一点赛斯强调，不论是这个世界还是你的身体都依赖于两个，一个是有一个隐藏的秩序第二个就是你的自发性。这个隐藏的秩序和自发性的混合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那个道就是道这就是道的本性。道既是自然之道，也是身体之道这些都是道。道体现在万事万物、世间万物上再次明确道是什么？
一种隐藏的秩序啊，就是一种能量的秩序啊，隐藏就是能量的那种秩序，或者意识的秩序啊，或者你可以称之为一种隐而不发的那种无为的秩序然后自发性自发性这里头是核心就是秩序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这种隐藏的秩序都是一样的。秩序你可以理解为规律，但是它里头没有说规律那这里头更多的是什么？就像是宇宙的基本法则一样它有一些隐藏的法则在里面。然后自发性也是其实是宇宙的11个法则中间的一个其实所谓的隐藏秩序就是这11个基本宇宙法则他把它单独拎出来就是在宇宙法则的这个运作下，在你个人的自发性的共同的创造下，你形成了你的世界就这样。他这段话说的就这个意思这一切都像是魔法一样，像魔术一样的神奇举例来说，你思考但并不是有意识的察觉到你如何思考的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你可以思考，但你不知道怎么思考的你可以说很长的句子，在句子的开头却并不是有意识的觉察到结论是什么。你可以说很长一段话，但是在开始说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最后要结尾到哪里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永远停留在无知里面，并不是说你是无知的没有这个意思就像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开头，并不知道结尾是啥。但它的确意味着有一种不同类的知识，而你们所有的消息并不全来自推理它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知识就像你讲话你思考一样，你不知道是什么在推动着它，但是它却就这么自然的发生了，而这些并不是推理所得来的，也就是你思想的结果。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念头最后变成什么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它能变成什么就是你说一句话，你并不知道最后结论是什么，这里头不是通过推理可以得到的它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生的。举例来说，你由一个胚胎长成一个成人，因此很显然的，你有一个部分真的知道你如何表演，就像肉体的生长和照顾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活动一样他举个例子来说，你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大成一个成人，你的长相就是你的细胞知道你要长成什么样，就像你的如何表演，就像肉体的生长和照顾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活动就是你从胚胎长成身体，长成一个成人，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如此的神奇和自然他们知道，你有个部分真的知道可是单单的推理的心智无法靠自己生长，甚至最小的细胞，推理做不到让细胞生长，甚至启动一个分子的生命都无法做到。这些都是推理或者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无法获得的能力。我们的大脑可以推理，但是我们无法获得生命力，无法让一个细胞或者让一个分子具备生命这个能力是人类到现在也不知道也不了解的我们可以分析生命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构成了生命，但是我们神奇的是无法创造这些生命。然而身体的生长和维护却是经常不停的，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们的每天都有新细胞的诞生和生长，我们每天生产无以数计的细胞无法计算的细胞，但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而你通过大脑的推理或者是科学和技术，你却连一个细胞都生产不出来这就是人类智慧和推理的非常大的局限。而我们非推理、非理智或者非科学的部分，却可以完全的碾压我们智慧的这部分。我们沾沾自喜的这部分，在我们的自然的生命力面前就可以直接被秒杀无法相提并论。促进你身体健康和活力的隐藏的能力，同样也成就和维护这个通常的世界。
就是维护你身体和健康的这个能力，和维护这个世界的能力，维持这个世界运转的能力，和维持你健康的能力是一种能力啊。所有这些都是游戏的完成的啊，都是像玩游戏一样的完成的。记住，它一定是游戏的啊，轻松的，带有好奇、尝试啊，带有自己强大的这个后面的意愿在推动的。比如说你为什么爱玩游戏？因为你想玩游戏啊，却又以最伟大的秩序和设计之展示显露出来啊，它是用最伟大的秩序和设计展示出来了。当你变得太严肃的时候，你过度劳累你的智力啊。当你太严肃的时候，你就过度劳累你的智力了，并劳累了你的身体。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整个生命仿佛都是单单靠你的心智推理而已就是你特别严肃认真，用你的头脑去思考的时候，你是很累的因为你只用了你的心智，用你的大脑逻辑理性推理而你在这个心智的能力在你的这个自然的能力面前就太弱了而你的心智的这个能力，就是你思考的能力，本身也是被那个自发性和秩序之内的混合所支撑和促成的就是你依赖的这种人的思考和推理能力，本身也是由那个内在的秩序和自发性共同生成的。那个混合物如此神奇的组合，以形成你的实相以及世界的实相两者那个混合物如此神奇的哪种混合物？就是世界内在的秩序或者一个隐藏的内在的秩序，加上你的自发性。自发性就是你的主观意愿你想、你要、你愿意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自发性结合了这个隐藏的秩序，它俩一混合就形成了你的世界。所以这里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就说完了。说谢谢你，而我的激励，所有令你们的生活所有的面向再生的那些坐标他说我的确激励所有令你们的生活所有面向再生的那些坐标，让你们生活再次进入开始一个新生活的那些，激励你们他说谢谢你他说再次说4点02分，真说他很高兴上了这节课这中间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我想在开场白中补充说，真的弹力对杰夫和对真和我一样，都证明是个学习的经验弹力，真的弹力是的证明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有能力上课的然后在1984年3月12日星期一下午3点08分到3点12分，只有4分钟的时间然后是一首诗，冬天的鸟唱他们冬天的歌冬天的鸟唱他们冬天的歌。当寒风吹拂在冰冻的草坪上，鸟将何去何从？当黄昏来临时，谁会为坐在树枝上、柱子或者篱笆上的冬天的鸟？我为他们玉米和面包屑，而聆听他们冬天的歌。当雪花飞过冰冻的草坪，因为冬天的鸟问候冬天的黄昏和晨曦这是一首关于冬天鸟的歌那这一节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后面是几个注释首先是真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他把它唱出来了唱得相当好。就说他想到原来就是这是一首歌因为是鸟的冬天的歌嘛，他这首诗写的是鸟的歌，他说这个本来就是一首歌另一个注释，真和我都属于塞斯称为苏玛丽的意识家族，他俩都是苏玛丽的意识家族真能以苏玛丽语快速仿佛无意义的字他毫不迟疑地转译成
美丽的英文散文和诗，他写、说和唱都可以。而罗呢，可以写苏玛丽，但真必须为我翻译，而我永远对结果感到惊讶。真是可以说、可以写、可以唱，还可以翻译，而罗呢，只能写，他也写完之后他也不知道啥意思啊。我太太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歌声见他在意识探险里头谈苏玛丽的这个资料注释2，在1965年回应我的信，一位较年长而非常受尊敬的超心理学家珍称他为殷博士，邀请珍和我参加他在纽约州立大学指导的催眠讨论会，医师、牙医和心理学家都去参加。珍和我在那儿与年轻的心理学家有了我们最不幸的接触。你可以参见《灵魂永生》第6、7、8章对关于这部分的一个描述是的这个心理学家其实是想把珍和的赛斯资料引入到他们的研究当中去，但是很不幸，主流媒体对这些观点还是持一个非常强的一种排斥的态度。好了，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到此为止，整个第2章非常的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开始介绍第3章的内容。我们最后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